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可以说是让我落泪好几回的真实案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亲人相认故事，而是跨越了海峡两岸的医疗奇迹与亲情纽带。一个罹患白血病晚期的大陆女孩赴台寻找姐姐最后一面，结果却发现了让人震惊的身世真相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命的奇迹有时就藏在我们不经意的转角处。事情要从去年冬天说起，那时我正在大陆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婚恋机构工作，主要负责为相亲人士牵线搭桥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整理客户资料，前台小王急匆匆地敲门进来说：“丽姐，外面有位姑娘想见您，说是有急事。”我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走出办公室，只见休息区坐着一位20出头的年轻女孩，瘦弱的身躯裹在特大号的白色羽绒服里，脸色苍白的不像话，一双大眼睛却透着坚定。您好，请问是丽姐吗？我叫林小雨，听说您在两岸都有广泛的人脉资源，我想请您帮忙。女孩站起来，声音轻柔却透着急切。我点点头，请她坐下详谈。小雨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她的故事。原来，小雨半年前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已经到了晚期。大陆的医院虽然治疗条件不差，但对她这种情况能做的已经不多了。医生坦言，她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。其实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，但是我有一个心愿必须完成。小雨的眼睛湿润了。我从小是被养母抚养长大的。生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临终前养母告诉我，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现在在台湾，我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能见她一面。我听得心头一震，这种生死时速的寻亲，在我做红娘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遭遇到。你有她的任何联系方式或信息吗？小雨摇摇头，只知道她叫林小雪，比我大5岁，应该今年28岁，大概15年前随母亲移居台湾。我父亲去世的早，家里的老照片也不多，只有这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。小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，大概6、7岁的样子，笑得灿烂。好，我尽力帮你，不过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我有些担心。没关系的，医生说我现在情况稳定，可以短途旅行，我已经办好了赴台证件。小雨的眼神里满是期待。丽姐，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心愿了。看着她恳切的目光，我怎能拒绝？于是我答应了下来，开始发动我在台湾的人脉资源。我先联系了在台北开诊所的朋友阿明医生，他在台湾医疗疗圈很有人脉。同时，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寻人启事，并联系了几家大型医院，因为如果林小雪从事医疗相关工作，或许能更容易找到她。令人惊喜的是，仅仅3天后，阿明医生就打来电话：“丽姐，我查到一个叫林小雪的护理师，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血液科工作，年龄符合。”我激动的马上联系小雨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小雨听后激动的语无伦次，决定立刻启程赴台。我担心她一个人去台湾身体吃不消，便决定陪她一起去。1周后，我们抵达桃园机场。台北初冬的天气湿冷，但比起大陆北方城市已经温和许多。小雨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中更差，长途飞行让她非常疲惫，下飞机时差点晕倒。我赶紧扶着她在机场休息区坐下。丽姐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小雨虚弱地笑了笑，马上就能见到姐姐了，我怎么可以倒下呢？我们直接打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。一路上，小雨紧张地搓着手，时不时掏出那张泛黄的照片看一眼。我能理解她的心情，毕竟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次寻亲之旅了。到了医院，我们直奔血液科。前台的护士小姐听我们说明来意后，露出了为难的表情。不好意思哦，林护理师今天休假，不在医院呢。小雨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赶紧问那，请问明天她会来上班吗？护士翻了翻排班表。明天他早班，早上7点半到下午3点半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雨长舒一口气，但突然他剧烈的咳嗽起来，捂着胸口蹲了下去。我吓坏了，赶紧扶住他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咳出了血。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刻反应过来，迅速推来轮椅，将小雨送进急诊。一位医生快速检查后表示，小雨需要立即住院治了。他
他是急性白血病晚期患者，从大陆来的。我焦急地向医生解释情况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位台湾医生非但没有任何推诿，反而立刻安排了最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方案。白血病是我们的专，我们会尽全力。小雨被推进了加护病房，我则在外面焦急地等待。3个小时后，主治医生终于出来了，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林小姐的情况非常特殊，我们做了初步骨髓穿刺和血液分析，发现她的白血病类型在台湾很少见，但并非完全没有治愈的可能。我一愣，什么意思？大陆医生说她最多只有3个月时间了，在大陆可能设备和治疗方案有限制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我们台湾在血液疾病治疗方面有些独特技术，最关键的是，如果能找到合适的骨髓匹配，她还有希望。听到这番话，我既惊讶又感动。原来台湾的医疗水平确实名不虚传。许多大陆人总认为台湾小地方医疗条件应该比不上大陆大城市，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医生继续说，我们会先稳定他的病情，同时进入骨髓配型程序。不过老实说，完全匹配的几率很小，尤其是在短时间内。我点点头，问道，请问现在可以见他吗？可以，不过他现在很虚弱，请不要说太多话。进入病房后，小雨躺在白色的病床上，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，插着各种管子。看到我进来，他艰难地扯出一个微笑，丽姐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胡说什么呢？我拍拍他的手，好消息是，台湾医生说你的病还有治愈的可能。小雨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淡下来。我现在只想见姐姐一面，其他的我已经不敢奢望了。明天就能见到她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。我故作轻松地说。当晚，我留在医院陪护小雨，看着她在睡梦中仍然紧皱的眉头，我心里既心疼又无奈。为了让明天的相见顺利进行，我决定提前联系林小雪，免得她突然见到素未谋面的妹妹太过震惊。通过医院内部电话，我联系上了林小雪的同事，说明了情况，请他们务必转告林小雪，明天一早到医院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在病房外等候。7点刚过，电梯门开了，走出来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，白大褂下穿着护士制服，扎着马尾辫，走路带风，和照片上的小女孩竟有几分神似。请问是林小雪护理师吗？我迎上去，她停下脚步，点点头。是的，您就是电话里说的丽姐吧？听说有人找我。我简单解释了小雨的情况和来意。林小雪听完，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。但是我没有什么大陆的妹妹啊，我是独生女，从小跟妈妈生活在台湾。这下轮到我困惑了。可是小雨的养母临终前明确告诉她有一个在台湾的姐姐叫林小雪啊。真的很抱歉，可能是搞错了。林小雪歉意地说，不过既然她现在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而且病得这么重，我很乐意去看看她，或许能帮上什么忙。我带着林小雪走进病房，小雨已经醒了，正靠在床头。看到林小雪的那一刻，她的眼睛瞬间湿润了。姐姐，林小雪愣住了，她走进床边，仔细打量着小雨的脸庞，突然，她的表情凝固了，脸色变得惨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小雨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林志强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林小雪像是被雷击中一般，踉跄后退了2步，差点摔倒。我赶紧扶住她。小雪，你怎么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林小雪喃喃自语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原来林小雪的父亲确实叫林志强，是20年前去大陆做生意时认识了小雨的母亲。但在林小雪的认知中，父亲一直是台商，往返两岸，从未在大陆有过另一段感情，更别说还有一个女儿。难怪爸爸生前经常提起大陆的事，还特意嘱咐我如果有机会要去看看。林小雪颤抖着说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对事业上的伙伴有感情。这时，小雨从枕头下抽出那张泛黄的照片，递给林小雪。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，爸爸留给我的唯一纪念。林小雪接过照片，泪如雨下。那确实是他6岁时的样子。那时父亲刚开始往返两岸做生意，我不敢相信，我竟然有一个妹妹。林小雪抹着眼泪说，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。等，你说你是白血病？小雨点点头。林小雪立刻转向我，
丽姐，我必须去找主治医生谈谈，作为她的姐姐，我有责任帮她。说完，林小雪匆匆离开了病房。我看着小雨，她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，欣喜、伤感，还有一丝希望。丽姐，真没想到，我不仅找到了姐姐，她还是这家医院的护理师，这是不是就是缘分呢？我笑着点头，是啊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好好休息，一切有我和你姐姐呢。2小时后，林小雪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主治医生和另外2位医生。小雨，我刚才和医生们详细讨论过了你的情况。林小雪握着小雨的手，台湾在治疗白血病方面走在世界前列，尤其是台北荣总，有很多大陆没有普及的治疗方案。主治医生接过话头，林小姐，我们做了详细检查，你的情况确实很严重，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，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，我可以捐献。林小雪立刻说，我是她的亲姐姐，应该有较高的匹配几率吧？医生点点头，是的，直系亲属的匹配概率会高很多，我们立刻安排你们做配型检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雨一边接受台湾医院的治疗，一边等待配型结果。和大陆的医院相比，台北荣总的设备确实先进许多，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更加温暖亲切。小雨的状况出人意料地稳定了下来。林小雪每天都会来病房照顾小雨，下班后经常带来各种台湾小吃，还带来了许多关于父亲的照片和故事。2姐妹虽然素未谋面，却因为血缘和相似的长相迅速拉近了距离。1周后，配型结果出来了。主治医生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走进病房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。林小雪和林小雨的骨髓相容性高达 95% 以上，这在非同卵双胞胎中极为罕见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都欣喜若狂。林小雪激动地抱住小雨，妹妹，你有救了。小雨却有些担心，姐姐，骨髓移植对你会不会有伤害？傻瓜，只是有点疼而已，不会有大碍的。林小雪抚摸着小雨的头发，能救你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转眼间已经到了骨髓移植手术的日子。这天早上，我去病房看望小雨，发现林小雪已经在那里了。姐妹俩正在窃窃私语，看到我进来，2人同时露出了笑容。丽姐，小雨朝我招手，姐姐说等我好了，要带我去垦丁看海。那太好了，我走过去坐下，台湾的海确实美，蓝得让人心醉。林小雪点点头，我还要带她去夜市吃小吃，去阳明山看花，去淡水看夕阳。你们2个真是越来越像了，我感慨道。确实，短短半个月的相处，他们不仅长相上的相似之处更加明显，连说话的语调和习惯都越来越像了。不过，我注意到林小雪今天似乎有些心事重重。等小雨被护士推去做术前准备后，我悄悄问她，小雪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有心事。林小雪叹了口气，丽姐，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查父亲的遗物，想了解更多关于小雨的事。查到什么了吗？查到了这个。林小雪从包里拿出一个泛黄的信封，这是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信，嘱咐我18岁后才能打开。当时我太伤心了，把这封信锁进抽屉，就再也没看过。直到现在，我好奇地看着他，信里说了什么。林小雪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微微发颤，丽姐，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信中父亲说，小雨不仅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而且我们是同一个母亲所生。什么？我惊讶的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小雨不是说她的生母已经过世了吗？林小雪眼中含泪，苦笑着摇摇头，是父亲撒了谎。丽姐，事实是这样的，我母亲当年在大陆生下了小雨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她不得不暂时把小雨交给父亲的朋友抚养。后来父亲带着母亲和我来到台湾定居，原本计划等条件好了就接小雨过来，但谁知道父亲生意失败，加上母亲身体一直不好，拖着拖着就成了现在这样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这简直比任何电视剧都要戏剧性。那小雨的养母知道这个真相吗？应该知道部分真相，但肯定不是全部。林小雪叹了口气，父亲在信中说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团聚这个家。他临终前托人去大陆寻找小雨，但一直没有消息。没想到命运让我们用这种方式重逢了，我不禁感慨万分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难怪你们的骨髓匹配度那么高，原来是亲姐妹啊。林小雪点点头，泪水再次涌出。丽姐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小雨真相，她现在身体这么虚弱，我怕她接受不了。我思考片刻，说道，我觉得等手术成功后再告诉她比较好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安心接受治疗。林小雪同意了我的建议，不过命运总是充满了意外。就在护士推着小雨回来的路上，小雨突然对林小雪说，姐姐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我们小时候一起在海边玩耍，旁边还站着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她说她是我们共同的妈妈。林小雪闻言，身体一震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。小雨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了？就这样，林小雪不得不提前告诉了小雨真相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小雨听完后非但没有崩溃，反而露出了释然的笑容。我就说嘛，从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觉得特别亲切。原来我们真的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啊！你不生气吗？林小雪小心翼翼地问。小雨摇摇头，生什么气呢？我能理解爸爸妈妈当时的无奈，而且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有那么疼爱我的养母。我只庆幸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们终于重逢了。林小雪紧紧抱住小雨，不是最后时刻，我们刚刚重逢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第二天，骨髓移植手术如期进行，手术过程出奇的顺利，台湾医生的技术确实精湛。术后，小雨被安排在无菌病房，林小雪则因为捐献骨髓需要休息几天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小雨的各项指标开始慢慢好转。台北荣总的医生表示，此次移植非常成功，小雨的身体正在积极接受新的骨髓细胞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林小雪每天都会穿着防护服去看望小雨，姐妹俩聊天、看电视、计划未来。我看着她们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命运有时真的很神奇。一场绝症竟然成了姐妹相认的契机。而台湾先进的医疗技术则给了小雨重生的希望。丽姐，等小雨好了，我准备申请她的台湾居留证，让她留在台湾和我一起生活。一天傍晚，林小雪对我说，我们失去的20多年时光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再错过她生命中的任何一刻。那太好了，我由衷的为他们高兴，小雨可以在台湾继续治疗，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。是啊，而且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完善，小雨的后续治疗和检查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。林小雪欣慰地说，以前我总觉得台湾小，资源有限，但现在才发现，在某些方面，尤其是医疗服务的人性化和技术创新上，台湾真的走在前面。我点点头表示赞同。确实，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对台湾医疗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虽然台湾地区不大，但医疗设备先进，医护人员专业素养高，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温暖贴心，这些都是大陆医疗系统可以借鉴的地方。3个月后，小雨的病情已经稳定到可以出院的程度，医生嘱咐他定期回医院复查，但基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。出院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林小雪准备了一个小型庆祝会，邀请了医护人员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。小雨穿着新买的粉色连衣裙，脸色红润，头发也开始重新生长，完全看不出3个月前那个奄奄一息的样子。丽姐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找不到姐姐，也得不到这么好的治疗。小雨紧紧抱住我，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光。我摸摸她的头，傻孩子，是你自己命大，再加上有这么好的姐姐和台湾的医疗团队啊。林小雪也过来拥抱我，丽姐，你不仅是红娘，更是生命的使者，没有你，我和小雨不可能重逢，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奇迹。看着姐妹俩相似的脸庞和幸福的笑容，我忽然想起了那句老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这次经历不仅让姐妹重逢，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两岸医疗的差异与互补。按照计划，小雨会留在台湾继续康复治疗，同时申请居留证。林小雪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包括住宿和未来的学业规划。丽姐，我和姐姐商量好了，等我完全康复后，想开一个关于两岸医疗互助的公益项目，帮助那些和我一样需要跨海求医的患者。小雨兴奋地告诉我，太棒了！我由衷赞叹，你们的经历一定能给很多人带来希望和帮助。林小雪补充道，
是啊，我们想建立一个信息平台，帮助大陆患者了解台湾的医疗资源，同时也促进两岸医疗技术的交流。毕竟，大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也很先进，双方可以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就这样，一个生命垂危的寻亲之旅，不仅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人，挽救了一条濒临逝去的生命，还可能为更多跨海求医的患者带来福音。我在台湾又停留了1周，确认小雨适应良好后，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大陆。临走前，姐妹俩送我到机场，还特意给我准备了台湾特产作为礼物。丽姐，您一定要常来台湾啊！小雨拉着我的手不肯放，一定一定。我笑着点头，等你们的公益项目启动，我一定来参加开幕式。林小雪郑重地说，丽姐，这次经历让我明白，两岸虽有差异，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对生命的尊重是共通的。希望未来有更多像我和小雨这样的故事，不是因为疾病而相遇，而是因为更美好的缘分。飞机起飞后，我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台湾岛屿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生命中最大的奇迹，往往藏在最不经意的转角处。而两岸医疗的差异与互补，也正如姐妹俩的重逢一样，需要更多的理解、包容和合作。回到大陆后，我把小雨和林小雪的故事整理成文章，发在了我的公众号上。没想到这个真实故事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许多读者留言表示被感动，也有不少人开始关注两岸医疗差异这个话题。半年后，我收到了来自台湾的邀请函。小雨和林小雪的医疗互助平台即将正式启动，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。邮件里还附了一张姐妹俩的近照，小雨已经完全康复，头发长长了，和姐姐站在一起，简直像是双胞胎。看着这张照片，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。作为一名相亲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姻缘，但作为一个故事记录者，能记录下这样一个充满奇迹的亲情重逢，无疑是最大的幸运和荣幸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命中的缘分妙不可言，而真正的亲情，无论阻隔多远，终会相聚。同时，两岸之间的医疗差异不应成为隔阂，而应成为互补和共同进步的动力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感想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